欢迎回来，我是艾森。上一期节目我们深度复盘了10月风暴，美国挥出了重商主义的老拳，想要扼杀中国的造船业跟航运的命脉。结果呢，北京的反击来得又快又狠，稀土全产业链管制，锂电池材料禁运，半导体锁喉，一整套组合拳打下来，全球市场直接懵逼了。但是朋友们，在深入今天的话题之前，我想要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大家有没有想过，我们引以为傲的数字文明，每天依赖的智能手机啊、人工智能、高速网络，所有这一切的根基究竟有多脆弱呢？如果有一天有人拔掉了这个数字世界的电源插头，会发生什么？这个听起来非常像是科幻电影的剧情，在2025年的深秋，差一点点就变成了现实。上期节目我们聊到的只是本场风暴的第一幕，今天我要带大家看到的是这场大戏真正的高潮，一场围绕芯片制造核心技术的中美之间的终极对决。这个将是一个关乎科技、权力跟惊天豪赌的故事。本期的内容因为涉及到半导体跟芯片技术，实在是有点太干了，但是我已经尽力了，也请大家做好心理准备，多一点耐心。2025年10月9号，一个平常的周三早晨，纽约华尔街的交易员端着咖啡，准备开始新的一天。然而与此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的网站上悄无声息地挂出了一份编号为61号的公告。最初的几分钟，世界还在沉睡，但是很快，当人们读懂这样一些非常复杂法律术语背后的真实含义的时候，这则公告如同一颗引爆的核弹，掀起了一场席卷全球的科技与金融的海啸。苹果、英伟达、AMD 这些我们每天都在用的科技巨头，股价在几个小时之内暴跌，市值蒸发了数千亿美金。交易所的大屏幕上全是刺眼的血红色，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市场突然意识到了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支撑我们整个数字世界的心脏台积电正面临一场生死存亡的危机。这个不再是又一次中美之间普通的贸易摩擦，正如我在上期节目里面说到的，我们已经进入到了中美战略对抗的临界点。所以这一次战场从海洋和港口转移到了一个更加致命的领域，也就是决定人类科技命运的半导体的产业链。今天让艾森带您深入本场风暴的核心，揭开中国隐藏多年的终极底牌，推演这场史无前例的科技摊牌将会如何改写全球的格局。这个就是光刻的反击，2025年科技战争的惊天逆转与新世界秩序的开端。那说到台积电的困境，我们必须要先戳破一个流传已久的神话。您可能会曾经听说过这样的说法，就是台湾的芯片产业早就已经实现了稀土供应的多元化，他们主要是从欧洲啊、美国、从日本进口，所以中国大陆的这个稀土出口的管制影响不大。听起来挺有道理，对不对？但是其实台湾方面玩了一个文字游戏，他们故意混淆了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矿产来源跟加工来源。我们需要搞清楚一件事情，中国的稀土霸权根本不在于说它拥有全球 70% 的储量。其实澳大利亚、美国、缅甸甚至格陵兰都有稀土矿，而真正的杀手锏是中国控制了全球 85% 的轻稀土跟几乎 100% 的中重稀土的这个精炼加工能力。这意味着什么？就算是台积电从日本信越化学买稀土，从美国供应商买稀土，这些产品的上游的原料几乎可以肯定 100% 是在中国完成最关键的提纯步骤。所以中国本次的管制就像是一把外科手术刀，它精准地切在了全球供应链这样一条看不见的大动脉上。2024年，台湾从中国大陆进口了6096吨稀土，占总进口量的 96%。 注意啊，这 96% 不是普通的稀土原矿，而是经过中国非常复杂工艺加工之后的高纯度的氧化物跟金属。台积电到底在哪些地方离不开稀土呢？让我花一点时间详细解释一下。
台积电每制造一颗芯片需要1000到1400个精密的步骤，而稀土早就已经像水和空气一样深深地渗透进了台积电最尖端生产流程的关键步骤里面。那第一刀叫做化学机械平坦化，简称 CMP。我们可以把芯片制造想象成像用乐高积木搭一座几百层楼高的这个摩天大楼，但是每一层的表面都必须要像镜子一样绝对光滑，误差不能超过1个原子。那要怎么样才能够做到呢？靠的就是一种叫做 CMP 抛光液的东西来打磨。这样一种抛光液的核心原材料就是氧化铯。那一个你可能一辈子都不会听到过的化学名词，但是对于芯片制造业来说，它是不可替代的。我们可以想象一下，一枚小小的芯片内部有数百亿个晶体管，堆叠上了上百层的电路，每一层电路在被光刻机刻画之前，都必须要用氧化铯抛光液将晶圆的表面打磨到原子级别的平整。没有这样一种平整度的话，光刻机的焦点就会失准，纳米级的电路也就无从谈起。而全球 90% 的高纯度氧化铯的加工产能都掌握在中国手里。而第二刀是工厂的肌肉跟骨骼。台积电的晶圆厂是高度自动化的，成千上万的机械臂、真空泵、精密工件台能够实现闪电般的速度跟纳米级的精准定位。靠的是什么？靠的是铝、镝、铬这些稀土元素做成的高性能的永磁体。这样一种强大的稀土磁铁是所有高精度制造装备的心脏。你看不见的光刻机、刻蚀机的内部有无数个微型电机跟精密的组件，它们都高度依赖铝、铁、硼永磁体提供的强大的磁场来实现纳米级别的这个定位跟运动的控制。没有这些永磁体的话，一台价值上亿美刀的光刻机瞬间就会变成了一堆失去了肌肉跟神经的废铁。而第三刀是检测跟光刻当中的火眼金睛，在质检、计量跟部分蚀刻工艺当中，需要用特定波长的激光器，核心材料里面有铱，而层级绝缘薄膜时候用到的靶材含有蓝、镉。最关键的是，在最先进的 EUV 光刻工艺里面，光刻胶要更好的吸收 13.5 纳米的极紫外光的话，就必须要加入铀和铬的化合物，这个直接决定了7纳米以下芯片能不能制造出来。所以大家看明白了吗？从抛光到光刻，从驱动到检测，稀土材料是无处不在的。所以一旦断供，影响的不是某一个环节，而是整个芯片生产体系的全面瘫痪。而要建立一个独立于中国之外的，能够满足半导体苛刻要求的稀土加工的体系，就算是最乐观的估计，也要15到20年。而对于库存只能够按月计算的台积电来说，这个基本上就相当于是一份死刑判决书。那中国的长臂管辖到底有多厉害呢？如果说稀土依赖是台积电的致命伤，那么中国商务部的61号公告就是精准刺向这个要害的利剑。这份公告的设计之精妙，远超以往任何出口禁令。它不是简单粗暴的一刀切，而是一套具有强大域外效力的法律武器。西方媒体把它叫做中国版的长臂管辖跟外国直接产品的规则。那第一条是 0.1% 的规则，它的这个规定非常简单，任何在中国境外制造的产品，只要价值里面含有中国稀土达到 0.1% 及以上，出口就必须要拿到中国商务部的许可证。这条规则的真正的威力，它不在于禁止，而在于它强加了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一个合规的负担。我们可以想象一下，苹果、英伟达、高通这些公司，他们的供应链遍布全球。那如果现在必须要对每一颗芯片、每一个元器件进行法医式的审计，去追溯里面每一微克稀土的来源，这个相当于要求苹果公司为每一部 iPhone 出具一份
无中国稀土成分的产地证明。在中国占据全球 90% 晶链产能的情况底下，你想要证明一部 iPhone 它不含有 0.1% 的中国稀土，这个在现实当中几乎无法实现。所以他们的目的不是在于完全禁止，而是在于用无限的合规成本逼退所有的下游企业，这个本质上是在把官僚的程序本身变成是战略的武器。而第二条是技术原罪的条款，所以任何使用了中国稀土开采、冶炼、分离技术在境外生产的稀土产品，同样遭受到中国的管制。这就是技术原罪条款，这一条不仅管现在，更是锁定了未来。它告诉了全世界，你们休想用我的技术跟设备在第三国建立替代的供应链，只要用了我的技术，无论是在哪个地方生产，都在我的管辖范围之内。而第三条是逐案审批的要命之处，公告明确把用于生产14纳米以下逻辑芯片或者是256层以上存储芯片的申请列为逐案审批，这是一种极具威慑力的策略。门并没有完全被关死，但是保留了巨大的自由裁量权。台积电为苹果生产的 A 系列处理器，为英伟达生产的 AI 芯片，理论上每一个批次都悬在中国这把利剑底下，随时可能因为地缘政治的变化，因为我不高兴了就被切断。让我们来稍微推演一下台积电目前面临的困境。假设台积电要继续为苹果生产下一代芯片的话，首先第一个步骤，台积电需要向日本的 CMP 抛光液的厂商采购材料。第二个步骤呢，根据61号的公告，日本的供应商必须要向中国的商务部申请一个许可证。第三个步骤，他在申请的时候必须要如实的说明他的最终用户是台积电，用途是为苹果生产先进芯片。然后去到第四个步骤，中国的商务部在审查之后完全可以有理由去拒绝这个申请。为什么呢？理由在什么地方？因为苹果的先进芯片已经被广泛应用于 AI 的大模型，而 AI 技术本身具有非常典型的军民两用的特性，所以如果需要的话，北京方面完全可以基于防止敏感技术被用于潜在军事研发的理由，拒绝批准这个申请。大家看到了吗？台积电从第一步就拿不到合法的原材料，任何试图绕过监管的行为都会让它和全球的供应商一块面临中国法律的严厉制裁。所以这已经不再是寻找替代供应商的一个商业决策了，而是在遵守中国法律停产跟违法被毁灭之间做一个生死抉择。中国的长臂管辖，它就像是一副法律的绞索，它精准的套在了台积电的脖子上，把它跟它最重要的美国客户之间的联系，如果我想要的话，可以彻底的切断。那所以为什么市场的恐慌会这么的严重呢？公告发布的次日，2025年的10月10号，全球的资本市场上演了一场恐慌的风暴。英伟达的股价暴跌近 5%， AMD 暴跌 8%， 整个半导体的板块蒸发了数百亿的美金。以科技股为主的这个纳斯达克的指数暴跌超过 4%， 费城半导体的指数，这个行业的心电图更是狂泻 4.1%， 而风暴中心的台积电在美国上市的股票一天之间崩跌了 6.41%， 数千亿美金的市值凭空蒸发。华尔街的分析师彻夜未眠，彭博社的头条新闻是一场针对全球科技心脏的核打击。CNBC 的评论员说，芯片行业的雷曼时刻可能已经到来。所以资本市场他们在瞬间就已经想明白了，打击台积电就是要打击全球 AI 算力的未来。亚洲市场更是一片哀鸿遍野。韩国对于中国稀土的依赖度高达 95.1%， 而中国的长臂管辖就好像精确制导炸弹，精确命中了这些正在帮助美国构建有岸外包体系的盟友。而最值得玩味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些巨头的沉默。我们还记得2023年中国管制镓跟锗的时候吗？台积电那个时候还能够发声明非常轻松的说，
预计这个管制措施不会对我们产生直接影响，而本次风暴呢，台积电、苹果、英伟达他们全都陷入了非常罕见的集体性的战略沉默。这样一种沉默不是冷静，而是深度的不确定跟无力感。他们没有办法评估损害的范围，更是拿不出应对的方案。这样一种集体失语本身就是市场恐慌最强的放大器。当市场的尘埃稍微落定，恐慌的情绪逐渐被巨大的困惑所取代，一个核心的谜题逐渐浮现在所有人的脑海当中。美国对中国的芯片封锁已经过了好几年了，从华为到实体清单，他们的手段层层加码。中国为什么一直隐忍，直到2025年10月这个非常精准的时间点才打出稀土这样一张核选项级别的底牌呢？答案它不是简单的报复，这背后是基于双方绝对实力对比、此消彼长变化的战略考量。我想有两个基本事实是非常清晰的。第一个是中国主导全球稀土供应链数十年，尤其是在精炼跟加工的环节，市场份额超过 90%， 这样一张王牌其实一直都在手上。第二点是美国对于中国的芯片技术的封锁也已经持续了好多年，从华为到中芯国际，他们封锁的这个篱笆是越扎越紧。那么为什么是现在？为什么偏偏选择在2025年的10月发动这样一场总的反攻呢？我想在过去任何的时间点，中国贸然打出稀土牌都是杀敌800自损1000，甚至可能引发自身产业链的崩盘。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时候中国虽然掌握稀土，但是自己的芯片制造的命脉同样被西方，尤其是光刻机的技术被死死的扼住了脖子。中国之所以会选择在现在这个时刻摊牌，真正的底气来自于一个被外界严重低估的变量，就是国产高端光刻机的决定性的突破。这样一张底牌的揭晓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中国首次在半导体制造核心设备领域拥有了战略自保的能力。当核心产业不再有被一击致命的风险的时候，它就获得了对外亮剑的战略自由。所以10月风暴标志着中国对于美国科技战策略的一个根本性的转变，从被动防御转向主动出击。稀土管制是剑鞘，而真正出鞘的利剑是那样一台在无数传闻当中已经悄然成型的国产光刻机。那讲到这个地方，有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需要回答，就是国产光刻机它到底行不行？长期以来，国产光刻机在国际观察家眼里，或者直白一点，在很多反贼眼里是一个笑话。关于它的进展传闻很多，但往往被认为是夸大其词的宣传。今天我们要花一点时间做一次信息拼图，采用开源情报分析当中的多元印证法，将公开的碎片信息拼凑起来，尝试还原事件的全貌。这样一条非常清晰的证据链可以证明，在2025年的当下，中国已经攻克了高端光刻机的核心壁垒。而本次突破的核心是由上海微电子主导研发的中芯国际产线验证的静默式深紫外DUV 光刻机，而多方报道显示，这样一款可能代号为 SSA 800系列的设备，目标工艺节点直指28纳米。攀登光刻机这样一座现代工业的珠峰，难度集中在3大核心的子系统，分别是光源、光学系统跟双工件台。中国的突破正是在这3大天堑上取得的。第一个就是光刻机的心脏，光源系统。DUV 光刻机它用的是193纳米波长的氟化亚准分子激光。虽然 ASML 他们最前沿的 EUV 用的是更加复杂的激光等离子体的光源，但中国的策略展现了不跟随多路径探索的雄心。哈工大的团队在基于加速器的自由电子激光光源方案上取得了重要进展，理论上能够提供比现有技术更高功率、更纯净的光源。而清华的团队则在稳态微距数这一个革命性的概念上取得了世界领先的
突破跟进展。所以这样一种并行的探索是非常典型的中国式的打法，它不会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面，而是用基础科学的突破寻求对现有壁垒的降维式的打击。但是最关键的突破是来自于对于稳定的固态激光器光源的创新式的应用。ASML 的这个 EUV 的光刻机啊，它的核心是用超高功率的激光来轰击锡把丸，产生一个 13.5 纳米的直极外光。这样一套系统是极其昂贵，能耗巨大，而且稳定性比较差。而中国的做法是另辟蹊径，在它的这个 DUV 的光刻机里面深耕的是更为成熟的193纳米的激光技术，并且创造性的引入了固态激光器的技术。相比较于 ASML 用的这个气体激光器来说，固体的激光器它的稳定性极高，体积小，维护的成本低，所以通过这一个降维打击，我们看到中国在保证性能的同时，能够极大的降低设备的制造成本跟运行的复杂性。而第二个是光刻机的眼睛，也就是光学系统，它是由数十枚的晶片跟反射镜组成，表面光滑度的要求达到了原子级别。这个长期以来一直是中国最大的瓶颈，但是全球光学产业链的复杂性也提供了突破的可能。有迹象表明有部分的日本光学供应商在面临 ASML 的这个垄断压力跟美国的管制底下，选择采用更加隐蔽的方式与中国企业合作，他们一起绕过了直接的禁令。所以这样一种非官方的合作，再加上长春光机所等等机构的长期攻关，最终使得国产 DUV 光刻机物镜系统得以成型。长春光机所跟它所孵化的国望光学已经成功的研制出了用于90纳米节点的 ARF 投影光刻曝光光学系统。虽然距离蔡司在 EUV 领域的这个顶尖水平仍然是有差距的，但是掌握 DUV 级别的光学制造能力，意味着中国已经跨越了从0到1的门槛。而第三个是最精密的机械奇迹，也就是双工件台的系统。那如果说光学系统是静态极致的精密，那么双工件台就是动态极致的精密，因为它要求两个承载晶圆的平台，一个曝光，另外一个测量对准，然后在瞬间交换位置。这要求平台以超越子弹的速度位移，同时实现纳米级同步定位的精度。所以清华大学精密仪器系早在2011年就研制出了中国第一台静默式光刻机双工件台，在2015年他们成功的实现了2纳米运动定位的精度。而北京华卓晶科公司成功研制的这个光刻机双工件台，则打破了荷兰这个 ASML 在该领域的长期垄断。正是这些不同的单位、不同的公司，他们这些看似孤立的单点突破的汇聚，由上海微电子来牵头，整合全国数百家科研署跟企业，最终拼凑出了这样一台具有战略意义的28纳米的静默式 DUV 光刻机。而中芯国际对于这样一台设备的秘密试用，是这条证据链的最后一环。2023年华为 Mate 60 Pro 手机问世的时候震惊世界，它搭载的这个麒麟 9000S 芯片就是由中芯国际在没有最先进 EUV 光刻机的情况底下，利用现有的 DUV 设备跟多重曝光技术来制造出来的，达到近似7纳米的性能。所以这样一颗横空出世的麒麟 9000S 芯片，其实就已经证明了国产光刻机它行了。而中国真正的突破其实是用数学来弥补物理。我们要搞清楚一件事情就是如果故事仅仅是中国复制了一台落后西方几代的 ASML 的光刻机的话，那其实还不足以构成颠覆性的力量。艾森在这个地方要敲敲黑板了，中国真正的突破在于他没有选择在 ASML 设定的赛道上进行一场非常昂贵而且漫长的追赶，而是他开辟了一条全新的充满了东方智慧的非对称的技术路径。 ASML 的这个 EUV 光刻机是极致精密工程的巅峰，它拥有超过10万个零件，它像一块构造非常复杂、价格非常高昂的瑞士名表。而中国的方案
则像是一把多功能的瑞士军刀，它巧妙地利用了不同领域的技术组合，用物理学的智慧绕过了工程学的壁垒。这个体现在一个非常具有颠覆性的创新上面 ，AI 赋能的计算光刻技术，这个才是中国方案当中最具有颠覆性的一环，也是任正非口中用数学来弥补物理的真正的含义。简单来说，就是光通过光照投射到晶圆上的时候，会因为衍射而失真。传统的做法是修改光照做一些补偿，而中国的团队则将这个思路推向了极致，他们全面拥抱了被称之为立像光刻技术的方案。这个方案的理念就是把光照设计变成是一个复杂的数学繁衍问题，它不是去预测光照会产生什么图形，而是反过来计算，为了得到我想要的完美的图形，光照应该长成什么样子。过去的话，这样一种计算量是大到惊人，根本没办法可能去实现。但是随着近年来 AI 跟 GPU 算力的爆炸式的发展，中国团队利用物理驱动的深度学习模型，成功的将这样一种方案的计算效率提升了数个数量级。这就相当于为一台193纳米波长的 DUV 的光刻机配备了一个来自于未来的超级大脑，而这个大脑通过海量的计算预先补偿了所有的光学失真，那使得这样一台基于成熟技术的设备能够稳定的刻画出远超其理论分辨率的28纳米线条。这个就是用物理学绕过工程学壁垒的精髓。我们看到荷兰的 ASML， 他们耗费了数十年、数百亿欧元，提升机械跟光学精度，把光的波长从193纳米缩短到了13.5纳米。而中国在物理波长不变的情况底下，通过提升计算的维度跟复杂度，在虚拟的世界当中完成了对于物理失真的超越。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是，为什么28纳米是战略自主的关键呢？西方的分析家他们常常会陷入所谓非 EUV 就等同于失败的这么一个误区，所以就会造成了对于中国当前的一个情况的巨大的战略误判。中国的突破，它并非是在要3纳米的这个赛道跟西方并驾齐驱，而是要首先实现战略自主，先解决一个温饱问题。28纳米是半导体产业的黄金节点，它是绝大多数关键工业领域芯片的制造基础，汽车电子物联网的这个设备、工业控制、通信基站，大部分的消费电子都在这个范围以内。所以掌握28纳米自主生产的能力，也就意味着即便是在最极端的情况底下被完全切断了外部供应，那中国的国民经济跟国防工业的核心部门依然能够正常运转，不会瘫痪。所以这样一种有无问题的解决，在战略层面远远大于好坏问题的追赶。28纳米为中国提供了坚实的战略磐石，使其在与美国科技的博弈当中第一次摆脱了被动挨打，随时可能会被一剑封喉的一个非常脆弱的地位。所以最终我们看到，当这样一台凝聚了中国式创新智慧的28纳米静默式光刻机，以 ASML 同级别产品1/30的这个价格，在上海的无尘车间里面轰鸣运转的时候，西方媒体长期以来构建的中国无法独立制造先进芯片的这么一个叙事的逻辑，让很多人沉浸在过去那样一种虚幻的优越感当中的堡垒轰然倒塌了。正是因为有了这样一台蒸汽机，才让中国的这个决策者真正的心里有了数。而更具有戏剧性的就是华为的这个绝地求生，为这样一台国产的光刻机提供了最好的验证平台。我们之前已经提到，就是麒麟9000S 这个芯片是华为转型成功的一个标志，也是中国产业链内部协作能力的证明。虽然通过 DUV 实现7纳米，这个制造的步骤可能会从9个步骤增加到34个步骤，这就意味着这个成本会飙升，良品率会下降，但是它至少证明了一条去美国化、去 ASML 化的这个芯片的生产线已经能够真实的存在，并且能够正常的运转。这个
才是当前中国敢于摊牌的底气所在。因为穿上了这样一件防弹衣，所以才敢于亮剑。10月9号的这个稀土管制，它不再是一次非常鲁莽的冲锋，而是在一次确认自身的防御万无一失之后发动了一个精准的反击。那即便拥有了国产光刻机这样一张底牌，北京选择在10月份这个时刻发起这个行动也并非偶然，因为有一系列的地缘政治事件的催化，像火花一样点燃了早就已经准备好的引信。2025年9月8号，一则看似非常不起眼的商业新闻在北京引发了高度的警觉。巴基斯坦军方背景的边境工程组织与美国的战略金属公司签署了关于稀土合作的谅解备忘录。这样一份协议远非普通矿产的开采合同，核心条款直指中国最敏感的技术神经。它的这个协议分成3个阶段，第一个阶段直接向美国出口锑、铜等等初级的矿产，这个非常常规，没有什么好说的。但是真正让中国没办法接受的是第2个跟第3个阶段。从2026年开始双方将会在巴基斯坦合建加工厂跟精炼厂。这个协议非常明确地涉及到了稀土分离提纯的技术转让。而更具有挑衅性的是，报道指出巴基斯坦计划使用的正是中国提供的采矿跟处理的设备，这个在中国看来是完全没办法容忍。中国稀土领域最大的战略优势从来不是储量，而是耗费数十年、牺牲巨大的环境代价来建立的独步全球的非常复杂的分离精炼技术体系。这样一套技术是中国能够将稀土点石成金的独门秘籍。而巴基斯坦选择与美国的合作，本质上是利用中国的设备，在地缘战略的关键位置为美国建了一个技术的后门。这个将使得美国有机会近距离的研究、学习，乃至于复刻中国核心的工艺，来逐步瓦解掉中国在全球稀土加工领域的一个垄断地位。这个不仅仅是经济利益的流失，更是对于中国技术护城河的直接掏空。说实话，我其实有点想不太明白，为什么巴基斯坦所谓的巴铁兄弟为了自己非常自私来做出这么一个战略的选择。所以我们看到北京的反应也是异常的迅速果断。紧随着巴基斯坦事件的61号公告条款当中，不仅仅要管制稀土产品，更是非常明确的将稀土的开采、冶炼分离、磁材料的这个制造等等相关的技术本身列为管制的对象。这是一次亡羊补牢式的精准的反制，同时呢，也是对所有潜在的效仿者的一个严厉的警告，技术合作的红线不容触碰。那如果说巴基斯坦的事件是中国本次决心升级反制的内部的催化剂，那么美方在2025年秋季的这一系列的操作，则为中国早就已经规划好的体系化的反绞杀提供了一个堪称完美的战略的窗口跟道德的高地。中国的决策者他们非常精准的预判，并且利用了特朗普政府的一个决策模式，也就是倾向于采用公开的非常夸张甚至带有羞辱意味的具有强烈对抗色彩的一个单边行动。所以整个博弈的序幕其实在半年以前已经拉开了。在4月17号的时候，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他们公布了特别港务费的计划，但是将这个生效的日期定在6个月之后的10月14号。这个180天看似是一个谈判的窗口，实则成了双方的一个战略部署期。而导火索是10月8号，在港务费生效的前夕，美国商务部以涉嫌协助哈马斯跟胡塞武装为理由，将10几家中国的企业列入实体的清单。这个在敏感的时间点上的一个精准的施压，为中方即将到来的这个反制提供了非常直接而且正当的理由。所以正是在这样的一个背景底下，中国的反击显得层次分明而且有理有据。10月9号，中国多部门密集发布稀土管制的公告，打出了非对称的一个战略王牌。紧接着10月10号，中国的交通运输部门宣布了对等的港务费的反制措施。我们可以看到非常明显，中国的这个行动打了美方一个措手不及。所以直到10月10号晚些时候，在中国的这一套组合拳已经悉数打出来之后，
特朗普才通过社交媒体做出一个非常激烈的回应，是让很多人以为是因为他没有拿到诺贝尔和平奖，而在找一个替罪羊。他高调的宣布说，计划从11月1号起对所有中国的商品加征100%的关税，并且威胁要实施关键软件的出口管制。特朗普在为自己的行动辩护的时候，声称他收到了来自于中国的极具敌意的信函，表明中国计划实施大规模的出口限制。这一个说法恰恰从侧面证实了中国的行动是主动出击，而美国的激烈反应则是仓促的被动的应对。而这个精妙的时间差，使得中国在国际舆论场上成功的将自己的行动从一次主动的经济的攻击，塑造成了一场在美方层层加码之后的被迫对等的防卫反击，从而占据了道义跟战略上的主动权。所以北京得以向全世界展示说，面对美国不计后果的贸易战的升级，中国不得不采取必要的措施捍卫国家安全跟经济利益。这个使得中国的反制措施在道义上获得了更多的理解，也有效分化了可能会形成的国际反华联盟。而更具有戏剧性的是，在中国宣布了这个稀土管制48小时之后，面对着全球市场的这个剧烈的动荡跟美国科技界的巨大的压力，特朗普他又发了一条意味深长的推文，请大家不要担心中国哈，一切都会好起来的。这样一条非常温柔的推文与前2天这个暴跳如雷的推文形成了非常鲜明的对比。那与其说是一个战略性的安抚，不如说是因为他意识到了被对手将军之后的无奈表态。他暴露了白宫在面对中国有备而来、精准打击美国产业软肋的反击的时候，他缺乏有效的应对预案。而特朗普的极限施压恰恰撞上了一块早就已经为他准备好的迎接冲击的钢板。我们看到中国的61号公告如同一个无形的柏林墙，它一夜之间将全球的半导体的产业链分割成2个互相隔绝的阵营。中国的这一件怎么样才能够如此精准的一石三鸟，同时打击了敌人美国、敌人的盟友日韩跟中立者荷兰的 ASML 呢？这背后到底是一种怎么样的战略的设计呢？我想没有谁比荷兰光刻机巨头 ASML 的这个处境更加尴尬、更加痛苦。它非常完美的体现了我在上集视频当中创造的那个词，也就是战略精神分裂。它的技术灵魂被美国牢牢掌控，而商业的躯体却越来越依赖中国的市场。ASML 的这个光刻机的技术霸权，它是源自于2013年收购的一家美国公司。这个公司呢，为它提供了 UV 光刻机核心子系统光源，也就意味着说 ASML 的每一台 EUV 的设备都要受到美国出口管理条例的严格的约束。华盛顿对其产品最终流向有一票否决权。但是在商业的层面，中国的市场对于 ASML 的这个重要性是与日俱增的。预计到2025年的时候，中国市场会占到总收入的 25% 以上，成为全球最大的单一市场。而到了2024年第3季度，中国大陆市场的营收占比已经飙升到了惊人的 47%， 首次超过了台湾。但是中国的稀土管制将 ASML 推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两难的困境。一方面，我们看到他们的 CEO 福凯在公开的场合越来越直言批评美国的出口管制是经济动机的驱动，而非纯粹的国家安全的考量。但是另外一方面， ASML 他们自身也无法摆脱对于中国稀土的依赖，他们生产的光刻机无论是精密的光学部件还是机械传动系统，都含有使用了中国稀土材料的这个组件。那也就意味着，根据61号公告， ASML 它如果未来想要向任何国家包括美国在内出口设备的时候，理论上来说都需要获得中国商务部的许可证。所以这样一种来自于中美的双重的钳制会迫使 ASML 做出一些看似矛盾的举动。它一方面必须要遵守美国的禁令，停止向中国出售最先进的 EUV 的设备，但是另外一方面，它在2025年又宣布扩建在北京的再利用跟维修中心，服务在华庞大的 DUV 设备的存量。这个既是在安抚中国客户的商业考量，也其实暗含了深层次的一个战略对冲。这是一种为即将到来的风暴提前准备的非常精明而且务实的商业布局。
ASML 他们扩大在华的维修中心，不是为了服务旧的机器，而是为即将到来的由中国国产设备主导的中国市场的新格局当中，继续通过服务跟零部件的销售来分一杯羹。然而在这样一场地缘政治的拔河当中， ASML 正在被两股巨大的力量撕扯，它作为全球技术中立供应商的地位正在变得岌岌可危。但是中国稀土管制的这个打击范围不仅仅限于美国公司，更像精确制导的多弹头的导弹，精确地命中了那些正在协助美国构建去中国化供应链的盟友，尤其是日本跟韩国。韩国的三星跟 SK 海力士全球存储芯片的领导者，他们的产业链也是深度镶嵌进了中美两国，他们既依赖美国的应用材料，又在中国拥有大规模的生产基地，而中国的管制造成一个双重的打击，一方面是本土的晶圆厂同样需要使用含有中国稀土的这个 ASML 的光刻机跟日本东进的电子设备，另外一方面呢，中国的市场对于其产品的需求可能会锐减。而日本的处境也同样非常艰难，我们看到东京电子、力康、信越化学、JSR 等等公司，他们在全球半导体设备跟科技材料的领域不可或缺。美国它一直在施压日本与美国的这个出口管制的政策保持一致，限制对华出口23种非常关键的半导体的技术。但是这些日本公司他们自身也没办法摆脱对于中国稀土原材料的依赖。正是这样一种非常巧妙的连坐的策略，它迫使美国盟友在遵守美国禁令跟维持自身供应链的稳定之间要做一个非常痛苦的选择。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意图是非常明确的，瓦解美国芯片联盟，让盟友意识到紧跟美国的代价将会是自身产业链的断裂跟市场的丧失。而在这一场全球的大混乱当中，华为的角色是尤为突出的。作为美国制裁的主要目标，华为它不仅没有倒下，反而在中国主导的一个反击战当中扮演了绝地武士跟新体系链主的角色。华为被剥夺了使用台积电等等先进代工厂生产的芯片，以及帮其设计制造这个麒麟跟升腾芯片的这个能力。但是正是因为面临这样一种绝境，倒逼着华为它深度参与并且推动中国本土半导体产业链的建设。有报道称，华为它派遣了大量的资深工程师，直接进驻了上海微电子等等国产设备厂商研发的一线，以最终用户的需求来定义设备的技术指标，以提供实时的产线验证的反馈。而随着国产28纳米这个静默式 DUV 光刻机进入中芯国际生产线试用，华为成为了第一个也是最大的受益者。所以我们可以看到2025年9月华为全连接大会上，轮值董事长徐直军他非常高调的发布了最新升腾 AI 芯片的路线图，包括了升腾950、960跟970系列。他也非常坦诚的承认，相当长的时间以内，中国大陆在半导体制造工艺节点上将落后，所以华为的策略将会是，我来引用他的原话，在可获取的工艺节点上实现可持续的算力供应。那这句话的潜台词是非常清晰的，也就是意味着说，华为未来高性能的芯片将不再依赖追赶最先进的3纳米或者2纳米的工艺，而是通过创新芯片架构设计跟先进的封装技术，在可获得的国产28纳米工艺上来实现性能的飞跃。这样一个战略实现，标志着完全独立于西方技术体系、自给自足的高性能计算生态系统的诞生。在这样一个新的生态当中，华为作为链主，它庞大的芯片需求为国产的光刻机、蚀刻机、检测设备跟材料提供了宝贵的市场跟迭代的机会。所以华为的绝地反击，它不仅仅只是为了自身的生存而战，更是为了整个中国半导体产业的未来去开辟一条全新的自主可控的发展道路。好了，朋友们，聊到这个地方，我们需要往更远处看一看。10月风暴不仅仅是贸易冲突，它是深刻的范式转移的一个标志性的事件。这样一场围绕着光刻机的突破与稀土反制的终极摊牌，将中美的科技战投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竞争的核心已经从谁能够制造更先进的芯片，演变成为谁能够定义跟控制制造芯片的规则与标准。
世界正在从被单一技术霸权主导的时代滑向由2个平行体系竞争的未来。这个不仅仅是技术路线的分歧，更是发展理念跟治理规则的竞争。它一边呢是美国主导的芯片联盟体系，这个是基于技术卡脖子的开放式的联盟，它的核心优势在于掌控了产业链当中几个没办法替代的关键节点。首先是设计端的 EDA 的软件由新思科技坑腾电子等等美国公司来垄断，而第二个是制造设备端的一个核心，也就是 EUV 光刻机，而第三个是构成这一切基础的半导体的知识产权。而美国通过2022年的这个芯片与科学的法案，它承诺历史性的520亿美金的财政补贴来吸引半导体的制造回流，但真正的杀招是严苛的护栏条款，任何拿了美国政府补贴的公司，它未来10年不得在中国进行任何半导体制造的实质性的扩张。这个政策它的本质是强迫全球的芯片巨头选边站队，同时呢，美国出口的管制也从最初制裁华为等等个别公司演变成了针对能力的绞杀。2022年10月7号的这个新规是一个新的分水岭，16纳米以下的逻辑芯片，128层以上的这个闪存，18纳米以下的内存，所有用于制造这些芯片的美国的技术设备零部件通通被禁。而另外一边呢，是中国构建的半导体的新体系，这个是基于举国体制跟内循环的自主可控的体系，它的核心优势在于巨大统一的国内市场，对于稀土镓、钾等等关键上游资源的这个掌控能力，而现在获得的足以保障核心产业运转的一个自主制造的能力。中国这个体系的目标，它并非在所有的技术点上都超越美国，而是在关键领域先建立一个备胎，确保在极端外部压力底下，整个的系统不会崩溃。中国通过大基金3期高达3440亿人民币的投资，集中火力攻坚被美国卡脖子的环节，特别是光刻机。中国此举的这个深远的影响在于，它为世界提供了一个 B 选项。对于那些不愿意站在中美之间选边站队的，又渴望发展本国科技产业的国家来说，一个更加开放、更具有性价比、没有附加政治条件的中国的技术体系，将会具有更大的吸引力。正如我在上一期节目当中所说的，这个已经不再是关税战，而是体系化绞杀与体系化反绞杀。从光刻机到稀土，这样一场冲突深刻地揭示了未来大国竞争的新的形态。战场正在从有形的物理空间下沉到构成现代文明基石的无形的领域。竞争不再关于最终的产品，而是对于基础学科、核心材料、底层标准这3大支柱的全面控制权的争夺。10月风暴以硅和稀土为战场，预言了21世纪大国竞争的终极形态，它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这样一个技术可以超越政治，市场可以自由流动的全球化的黄金时代已经结束。同时它也宣告了新时代的开始，这是一个技术与权力深度捆绑、主权与创新密不可分的时代。在见证了这样一场围绕芯片的激烈摊牌之后，世界不禁要问，下一场席卷全球的10月风暴正中又会在什么地方呢？是生物科技的基因编辑，还是人工智能的意识边界？当芯片不再是枷锁，数字货币、跨境支付系统、全球数据的治理标准是否会成为大国博弈的新焦点呢？2025年的光刻反击战或许只是这样一场更加宏大、更大规模的关于未来世界秩序中美之争的序幕，真正的决战才刚刚开始。您认为本场科技的摊牌最终会走向何方？在一个技术与政治深度绑定的世界里面，我们普通人应该如何应对？如果对于这个话题有任何的看法，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喜欢这个视频的话，请记得点赞分享，欢迎大家订阅爱生的频道，加入我们的会员，让我们一起共同探索、见证并且思考这个变化中的世界。谢谢大家。